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滨江晒太阳，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颗新的这个镜头，是上2个礼拜哦，气功匠那边拿到的一支很小的镜头，我给大家看一下。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气功匠的包装，气功匠的包装还没有那么精致啊。这个是徕卡的原厂的镜头筒，它专门是为徕卡以前那些小镜头设计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皮筒啊，大家有空可以去收集一下。这个皮筒呢，专门是用那个装那个 Elma 35和Hector 28的这个镜头。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这个气功匠的这个镜头呢，正好能够装进去。OK， 拿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气功匠。那这次呢，气功匠呢，它是出了很特别的一款，就是是一个L39口的一个35毫米2.8的这么一个小镜头，它的重量呢只有80克，然后光圈来到了2.8，那么基本上呢35 2.8这个尺寸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非常合适扫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头。那么因为它是 L39的这个口，它的原厂最标准的呢，就是用巴纳克的这个相机啊。那么我觉得装在我这台徕卡3G 的这个相机身上呢，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大小比例非常合适，也是很标准的这个巴纳克的这个风格啊，然后很漂亮。那么这次呢，气功匠呢，它随机提供了一个转 M 口的那个转接环，当然它也提供了非常传统的类似于 A36的遮光罩，直接把它可以拧在上面，可以拧在上面，也很好看，这个遮光罩也很好看。然后呢，它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口径是35毫米的一个 UV 镜，一个 UV 镜来保护这个镜头。然后呢，当然因为有了 UV 镜呢，它用掉了前组的这个螺口的这个螺纹，所以用了 UV 镜以后呢，你就只能用这个古老的这个遮光罩了啊。我们看一下。那气功匠在给我这个镜头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它的小巧，因为它是 L39口的，所以它就可以做得很小，然后说这个镜头会很不错。那么我之前呢，拿它在我的徕卡 M9 上面做了一些测试呢，的确是成像非常优秀，非常的现代。你不要指望说它这支镜头是 L39的，所以它就很古老，就很古朴，出片风格就很复古。不是的，它非常的现代，它有很好的镀膜，也有很简单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镜头的结构设计。那么中心锐度、边缘锐度都非常好，然后特别是我试了一下这个全开的这个效果，2.8下面除了有高光有一点点的这个自变之外，还是非常好。这个成像一点都不输于气功匠其他的这个 M 口的镜头，或者说国产的其他的 M 口的镜头，但它又非常的小，我就很惊讶它为什么会去想到去出一个 L39口的这个镜头。毕竟现在玩M 口玩徕卡的年轻人，或者说新入门的这个同学呢，他基本上都是 M 口为主，特别是数码的 M 口，所以L39呢，对这支镜头来说，很大程度上呢，那是一个营销的手段。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 L39口上面的现代的这个镜头真的是很少。那除了这个福伦达有几个新出的复古的这个 L39口的这个镜头之外呢，你几乎就找不到，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50、60年代的徕卡的原厂啊，或者说日本的那些 L39口的镜头，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出了。
呢，有一点现代的不包括富伦达也好，包括气功匠也好，现代的这个镜头啊，它是不能适配老的那套东西的，它有自己的一个主张哈。那么虽然大家都是 L39可拧上去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有差别啊，实际上还是有差别。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Elma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遮光罩，这个遮光罩呢，它其实是标准的这个 A36的这个遮光罩，但是呢，在 A36的这个遮光罩呢，它是没有办法装到气功匠或者说装到富伦达的那个镜头前口里面去的，它前面不是标准的 A36的这个接口，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去用这样的滤镜啊，这是 A36的滤镜，也是装不进去的。但是在我的 Elma 的这个机器上面呢，它可以完美的去实现这个滤镜的这个装配。你可以在上面可以叠加啊，你可以叠加，对不对？叠加完了以后呢，你就继续可以用。那么第二呢，起码在我的那个海利亚的那个40的那个镜头上面，在 L39口上面，或者说在 M 口上面，它是可以达到这个在0.7米的这个位置是可以黄斑联动的。但是呢，实际上 L39口大部分的这个镜头呢，它的联动的有效的距离呢，都基本上是在1米开外。也就是说，当它黄斑进行联动的时候呢，在1米以上的这个对焦距离里面，那么黄斑是 OK 的。那么1米以内呢，那每个机器每一个镜头的匹配度不一样，所以呢，我试了一下气功匠的这支镜头呢，它在我的 M9上面呢，它是可以对到0.9，在我的 MP 上面呢，它可以对到0.85，它在我的 M3上面呢，它只能对到1米。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跟厂方这边也进行了交流，大家也在购买的时候需要理解，就是在0.7，就或者说怎么说呢？不同的这个相机啊就不一样，就是说在1米以内啊，它的黄斑随时会失效，但是呢，它的镜头的刻度呢，它还是可以支持到0.7的。这个是 L39口的本身的这个对焦机制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去理解啊 ，L39口。当然，你玩巴纳克的话，玩多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这支镜头呢，就是对焦还是很舒服的，那这个推感也是很舒服的。那么我们要就说，它因为提供了2个遮光罩，一个螺口的，一个是旋钮的，所以呢，它的口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提供了2个。不同尺寸的这个镜头盖啊，那个螺口的这个遮光罩呢比较现代一点，所以它用的是一个大一点的盖子。然后呢，这个小的呢，这个小的呢，实际上是在你不装那个遮光罩的时候呢，它是给你做闷盖用的啊。这个呢就显得有点复杂啊，我觉得就显得有点复杂。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接环。这个接环它只有这支镜头是可以完全拧到底的，是可以直接上 M 口的这个相机的。但是我用其他的这个原厂的，用富伦达的这个镜头去上这个接环，上这个转 M 口的接环呢，是拧不上去的但是反过来，我用原厂的转 M 口的这个接环呢，这支镜头也是能够拧得上去的，所以就很奇怪，可能里面会有一些的这个公差的这个误差的问题啊。我希望厂商呢，对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有一些解决的。虽然这是它的主打呢是小巧，所以它做成 L39口，但它毕竟是 L39口，所以我希望它在巴纳克相机上面还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玩巴纳克相机呢，它都有一些遗产啊 ，A36的这个滤镜啊 ，A36的这个遮光罩啊，这个标准的这个接环啊，这些东西呢，就希望能够继续用下去。我不能说我这个镜头我只能用它的原厂的这个接环，而不能用徕卡的接环，就很奇怪，对不对？这个呢，可能是在下一个版本里面需要改进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就是它第一个 L39口的这个镜头呢，它出了一个黑色的版本。那么厂里的这个
产品的这个文案呢，告诉我他们觉得说这个黑色的这个镜头呢显得比较低调，显得比较华丽丽一点。就包括其实在 M 口上面的这些镜头，基本上也都是黑颜色的。但是呢，就是巴纳克相机啊，巴纳克相机在3C 以后啊，那大部分的这个相机呢都是银色的。好，3F 这个有黑漆版，老贵了啊，后面都是银色的。然后呢，在这个3C 之前，比如说像我这台的2D 啊，我这台2D 呢，它是黑漆的，但是它的黑漆呢是配合这个镍铜，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镜头呢一般都是银色。或者说是这个镍铜的这个比较多，像老的这个 Elma 它都是镍铜的啊，新的呢以后呢，就像那个 Hector 它都是银色的，所以呢很少是见到这个 L39口的这个镜头它是有黑颜色的，因为黑颜色的这个机器不多，那你银色的这个相机去配黑色的镜头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好看，那我这台呢是重新做了漆的啊，包括我这支 Elma 也是重新做了漆的，所以我能够找到黑颜色的这个相机去配它这个镜头。但实际上这个3G 它是一台银色的这个相机，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厂商啊，在下一支镜头啊，或者它的改良版或者它的2代升级的时候呢，还是多考虑一下巴纳克的这个用户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搭配还是我们还觉得颜值还是蛮重要的。当然它很小，它做的也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我评价一下这个镜头啊，那它是在画质上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啊，画质非常好，分辨率非常高，颜色也比较好，比较正啊，很现代的这种风格。但是在设计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七工匠或者说团队呢，他对于巴纳克相机呢的他只是初步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在下一代的这个相机身上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些不错的这个反馈。当然那个作为第一支L39口的镜头，那么七工匠已经做的，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已经做得很好。